33岁了，深漂10年之后，我决定离开深圳了。昨天晚上，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失眠了。我是23岁的时候来的深圳，今年已经33了，整整10年。我把一个人最能熬、最能拼，也是最不怕输的年纪，基本都留在了这个城市。这10年呢，我没有偷过一天懒，也没有好好的享受过一天。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我感觉我好失败啊！再过几天马上36岁了，目前状态失业一事无成，还有170多万的负债。30岁之前，我总认为人生是用来挥霍的。我的前半生花钱大手大脚，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任性，从来不去考虑后果。当时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狼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为我30岁之前犯的错误在买单。马上40了，我的梦想还没有完成，家人没有照顾好。我大概是深圳混得最惨的95后，在这个城市快10年，我不光一无所有，我还欠着70-80万的外债，没有存款，没有工作，也没有对象，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最熟悉的社交是接外卖电话。我是山西运城一个小县城出来的，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我爸也不太靠谱，家里就剩一个70多岁的奶奶。说句扎心的，家这个字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可以回得去的地方。中年失业有3件事，你打死都不要立马去干。第一件绝对不能碰的是拿赔偿金和存款去盘个实体店或者搞加盟。那些做加盟骗局的人，他们天天盯着你手里那几十万的裁员赔偿金，跟你吹嘘3个月回本，傻瓜式操作。他们赚的就是你的加盟费和设备钱，只要你敢把这笔钱投进去，房租加装修，你的现金流瞬间枯竭。打工最坏的结果是赚不到钱，瞎创业结局往往是负债累累。中年人不要拿全家的口粮去挑战真实的商业世界。我失业了，找不到工作，还负债100万，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在跟我哭诉，更糟糕的是，他老婆跟他闹离婚，2个人都在抢孩子的抚养权。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拿什么养你儿子？即便你赢了，硬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会占用你多少时间跟精力呢？这样你一辈子就很难翻身了。现在就是搞钱要紧。上个月确实挺累，再加上又是淡季，看到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总算踏实一点，毕竟可以拿去还债。负债的感觉真的低人一等，不过也让我看清了周围的人，心里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烦躁。说实话，心很累，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所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努力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哪怕现在只是送外卖的，我也要为我以前的行为买单。在深圳，你知道找不到工作的人能焦虑到什么程度吗？我是98年的，今年过完生日就要28岁了，从去年12月失业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我已经患上了焦虑症了。刚开始失业的时候，我一直强迫自己要尽快找到工作，因为我特别害怕空窗期拖得越久，后面就越难找工作。那时候想，哪怕薪资低一点也可以将就。我贷款72万买了一个房子，之前买房子从来没有想过为了这个房子，如今会愁得每天都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因为和前夫在父母家住久了就会有矛盾，他说重新买一个房子过属于我们2个的2人世界，没有想过租房子。那个时候不知道脑子怎么就一根筋，当时只要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再怎么样都能还上房贷，而且当时身边的人也在买房，所以根本没有仔细算过账，又把我打拼10来年的积蓄给了首付。我被裁员了，没想到年初我才刚订完婚，正准备结婚买房生宝宝的，今天就通知我被裁了。这次裁员真的很突然，上午约谈，下午就让办离职，明天不用来了。没想到我还不到30岁就失业了。小谭知道这个消息后，早早就在地铁口等我。怎么事啊？白天听到你消息我都懵了。就是我早上刚到公司嘛，领导就说要找我聊聊，
我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啊，然后进会议室 HR 也来了，我就懂了，你知道不？然后 HR 就说被裁了嘛。其实我现在脑子都是懵的，别说你了。今年谁家有大4的毕业生啊？现在都6月份了，我们家这个还没找到工作。我儿子其实一直在找工作，投简历，石沉大海。本身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2本，毕业论文刚写完，现在找工作就没有着落，一直在外边跑，很辛苦。前2天我就问我一个亲戚，看看他们单位要不要人。他说他们单位本来今年也没有几个岗位，早被领导家的亲戚朋友给占住了。深圳漂了10多年了，一直打工，好不容易存点钱创业，想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买车买房好结婚，结果赔完了不说，还欠一点。后面就一直打工还钱，结果年纪越大就越容易遭到辞退，那种拼体力拼脑力的工作好像都轮不到我。当然我本来学历也不高，就一个中专生，但是年纪大了，让我真的去干那种体力活，说实在话我也干不动。我看到了咱们公司是有一个人事主管的一个岗位，然后呢，我的一个工作经验和经历呢都比较合适，你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我看啊，你这个年纪啊，87年的。哦，对，我87年39岁，39岁了。对，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的要求哈，可能你这个年纪也不太合适了啊。对对对，我今年48岁了，杭州人。我现在跟我老婆2个人都是没有工作的，失业状态。就是现在我们2个人是感受到焦虑的，有压力的，因为我们都在吃老本，然后现在每个月开支，我前天我算了一下，我们差不多要9000、1万左右。我已经失业2年了，如果你也打算长期失业不找工作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下如下的一个心理准备。第一个就是你之前的工作经验优势将荡然无存。这句话不是恐吓，就是你的空窗1年、1年半甚至2年，将会让99%的公司都不会用正眼去看你啊。为数不多愿意去搭理你的小公司，你去面试其实也是过5关斩6将，然后在即将获得 offer 之前，然后公司 HR 或者是面试官也是顾虑重重，打退堂鼓，然后终究会选了别人。然后你还会度过一段比较漫长的一个黑暗过渡期啊，因为你现在没有工作，然后你要吃饭，靠积蓄呢你又活不了一辈子。96年30岁，毕业8年，我已经换过11份工作了，现在是一个人在深漂，并且3年没有出去打过工了。这3年真的感觉像被扒了一层皮，本来有体面的工作，有令人羡慕的对象，现在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其实这3年以来最崩溃的还是2025年，因为上半年我一直在考公，然后每天就是无尽的去学习，因为我去年已经29岁了，对我来说学习已经相对比较遥远了，然后我感觉那些知识点根本都进不去脑子，怎么做怎么都不会。我有的时候学着学着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感觉自己应该是有点焦虑了。我是老唐，一个在广东创业5年，把5家餐饮店面全转了，背上50多万的债，还带着焦虑症的失败者。现在呢，身兼3份工作，硬扛着过日子。16年揣着梦想来广东做餐饮，5年时间开了5家店，本以为能在餐饮圈闯出个样，结果2024年行情拉垮，生意一落千丈，店全转了，因为买房现在还倒欠50多万，焦虑到整夜睡不着，头发掉了一大把。我90后，来自贵州黔东南，今年30多岁了，在深圳打工3年，没房没车，做着一份月休就2天的工作，底薪6000，对着深圳的高楼大厦，抬头是别人的光鲜，低头是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月薪6000，活得像只躲在阴沟里的老鼠，每天9小时在岗，累。其实能忍，最忍不了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今晚吃红烧金鲳鱼，简简单单凑合一顿，这点工资撑不起想要的生活，更看不见所谓的未来。面试了这么多家公司，我怎么越来越不想上班了？来深圳深漂了这么久，面试了无数份工作，却越面越心累。要么工资低到勉强糊口，要么单休大小周，
还有很多打着文员的旗号，实则是让你去做销售。每次面试完，我都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只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吗？读了3年的大专，学的技能全都用不上，难道就要为了糊口委屈自己将就吗？有什么是我来了深圳才知道的事？第一，原来不是每个高楼大厦里面坐着的人工资都很高的。曾经以为高端 CBD 里的打工人都是月入过万的职场精英，来了才深刻的理解了那句在最高端的写字楼打最猛的骚扰电话。第二，深圳房租很贵，靠近马路的城中村单间平均都在1600以上，交通便利，房间大点再翻个倍，几百块的租房几乎没有。第三，发现深圳电车真的很多，大家走路要注意安全，还有走在人行道，甚至走在盲道上也会被电动车滴的。如果40、50岁了被裁员了，你还会再去找工作吗？我的建议是不要再去找工作了。首先，即使你找工作，如果你不是高管的话，这个年纪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并且即使你找到工作，40、50岁，在很多节奏快的公司里面你是不适应的，并且现在的职场环境，很多对年龄大的人并不友好。很多同事表面上是尊敬你的，但其实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经常会被年轻人排挤或者孤立。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 China's survey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was 5.1% in May 2026, and the averag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e first 5 months of the year was 5.2%. But for young people, the pressure is even heavier.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urban youth aged 16 to 24, excluding students, was still 16.3% in April 2026. And this summer, around 12.7 million college graduates are expected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That means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are stepping into society at a time when stable jobs are becoming harder to find. For many ordinary Chinese families, the biggest pressure is not only unemployment, but debt. China's household debt was still around 58% of GDP by the end of 2025. Behind that number are mortgages, consumer loans, credit cards, business failures, and families who once believed that buying a house would bring security,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working for the bank month after month. And the housing market, once seen as the safest path to upward mobility, is no longer giving ordinary people the same confidence. In May 2026, new home prices across major Chinese cities were down 3.5% from a year earlier. For people who bought homes at high prices, this means the apartment they struggled to buy may be losing value, while the mortgage remains the same. This is why so many people in their 30s, 40s, and even 50s feel trapped. Young people cannot find their first job. Middle-aged workers are afraid of being replaced. Small business owners lose everything after one failed investment. Migrant workers leave their hometowns to chase a better life, but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some still have no savings, no house, no stable job, and no clear way back. Shenzhen used to represent possibility. It was the city where countless people believed that as long as they worked hard enough, they could change their fate. But today, for many ordinary people, that dream has become heavier and heavier. High rent, unstable employment, falling income, mortgage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age discrimination are slowly squeezing the space for survival. So when we see someone sleeping in a park, delivering food after losing a white-collar job, or crying because they cannot repay their debt, we should not simply call them lazy or unsuccessful. Many of them once worked very hard. Many of them once believed in the same dream: work hard, save money, buy a home, build a family, and live with dignity. But when the whole environment changes, individual effort alone may no longer be enough. This is the real pain behind this story. It asks us a very direct question. In today's China, if even hard work can no longer guarantee stability, then where should ordinary people place their hope? What do you think? If you were in this situation, would you continue to stay in a big city like Shenzhen, or would you choose to return to your hometown and start over? Leave your thoughts in the comments. If this video gave you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ggles ordinary people are facing in China today, please remember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it with more peopl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We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